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王一博用魔法打败魔法，如剑之于剑客，比之于文人，魔杖是巫师最重要的武器。魔法世界中，每根魔杖都有不同的特性，具体取决于制作它的材质和核心能量。一根精良魔杖，开启美好魔法人生。霍格沃茨的小巫师人生中第一根魔杖一定来自奥利凡德魔杖店。奥利凡德的魔杖新多为独角兽毛、凤凰尾羽及龙心弦，每根都独一无二。从 idol 转型演员，成为时代新青年楷模，王一博一路走来使用的是哪一款魔杖？戳前情猎巫，娱乐圈魔幻现实主义的源头。戳前情88王一博的出身血统与门庭。戳前情起底王一博的票房号召力。一、独角兽毛 UNIQ 组合小王子。伟大的魔杖工匠奥利凡德说过，每一根魔杖，从他找到理想主人的那一刻起，就会开始向他的人类伙伴学习和讨教。在魔杖的统治区，比起可遇而不可求的凤凰尾羽和霸气的火龙心脏神经，还是独角兽尾毛最靠谱。独角兽尾毛有3大特点：稳定，不受魔力波动或阻挡咒影响，太过稳定而缺乏爆发力，不适合慕强者；忠诚，对主人忠诚如一，即使被实力更强的巫师夺走，使用效力也会打折扣；纯洁，独角兽是纯洁的象征，以独角兽毛制成的魔杖天生不宜施展黑魔法。独角兽毛魔杖适合天赋并非超群却值得信赖的人，或是小巫师入门级魔杖。平稳起步，扎实发展的务实，正是 UNIQ 时期的白牡丹。不是指2014年组合出道后，而是从乐华娱乐想打造 Made in China 超级爱豆组合的第2年，2010年开始。这一年，王一博在娱乐圈934站台开始了寻梦之旅。UNIQ 是乐华娱乐推出的男子组合，成员于2010年由乐华娱乐在中韩2国候选者中筛选。与当下选秀结束就出道的组合不同， UNIQ 在韩经过长达4年的封闭训练，2014年才正式出道。UNIQ 在韩国最大 Hip Hop 唱片公司 YG 训练 ，YG 推出过权志龙、崔智友、刘仁娜、于承豪、李钟硕、李朱赫等明星。Rap、声乐、舞蹈、创作及外语、礼仪、形体、时装搭配，为未来的 Superstar 拿到人生第一根魔棒，夯实的艺能基础。奇妙在于UNIQ 由单词 unique 和 unicorn 组成，寓意独一无二的偶像组合。组合 logo 独角兽，象征精神高傲纯洁，而 UNIQ 粉丝名正是独角兽。UNIQ 的命名灵感，除了文化语境中对独角兽这种神奇生物的青睐，也有资本语境中的投资期待吧。因为在投资领域，独角兽是种子轮基金创始人 Aileen Lee 提出的概念，指代具有发展速度快、稀少、是投资者追求目标等属性的创业企业。而股市独角兽，则是指在某一领域或行业具有很强核心竞争力，且市场中比较稀缺甚至独此一家的企业。这类企业一般具有很美好的未来成长性预期，企业的社会价值巨大，能推动某个行业甚至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且具有稀缺性。所以，我们能在 UNIQ 一词上看见乐华娱乐创始人杜华的勃勃野心。毫无疑问，这位著名80后资深少女，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是位典型的斯莱特林。如果不是限韩令， UNIQ 会成为内娱偶像团体天花板，当然最终也成为内娱最壮烈偶像组合，总归是独一无二。而王一博完美继承 UNIQ 独角兽基因，时间与估值，创业出名都要趁早。2016年转型的舞者
2019年以影视演员爆红，算得神速。其次是估值，独角兽标准是创业10年左右，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尚未上市的企业。其中，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企业被称为超级独角兽，5年内实现1亿美元估值被称为潜在独角兽，3年内实现1亿人民币估值的被称为种子独角兽。而王一博单是在乐华娱乐在谋求上市过程中，成为年报和评估中不可忽略的被市场重视的存在，就是其强大商业估值与市场影响力的象征。在各类艺人商业影响力榜单上，商业价值总榜和90后明星商业价值榜，王一博一向一骑绝尘，稳定、忠诚、纯洁，似乎就是王一博本尊啊！熙熙攘攘世上，无论圈子如何浑浑噩噩，他手中这支魔杖上镌刻着业务能力是别人拿不走的资本。UNIQ 与独角兽毛魔杖是灵感巧合还是牵强附会？心理学家荣格提出过共识性概念，任何看似巧合，又让观察者产生神奇感或具有个人意义和特殊重要性之事，没有任何可辨识原因下，观察者觉察2个或以上人、事、物之间有一种连结。而共识性这种非因果关系联系看似神秘，其实也有着我们通俗易懂的经典表达，譬如说曹操就到，譬如心诚则灵。荣格由此对易经占卜和理性做出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占卜时问者的心态及解答的卦爻间就有共识性的符应。严谨地说， UNIQ 与独角兽毛魔杖巧合与荣格使用共识性对心电感应等超自然现象的描述的确不尽相同，但这种心灵与现实间意味深长的联系类似。好吧，就当是一位斯莱特林的野心，以期望效应的方式映射在另一位斯莱特林身上吧。2. 龙之心弦陈情令的黑红系，常用魔杖新使用率，龙心弦毫无悬念第一。不仅赫敏、麦格教授这样的天才巫师爱，使死徒几乎全员龙心弦魔杖。魔杖本身无所谓善与恶，但遭不住慕强的黑巫师喜欢。So， 龙心弦魔杖被认为易黑化，主要是它的使用者中黑巫师乌乌泱泱。魔法领悟力，天才巫师往往更青睐龙心弦，用它学咒语比其他魔杖快得多。魔法爆发力，龙心弦杖心 hold 住威力大的高难魔法，能制作最强大的魔杖。有慕强情节，龙心弦魔杖青睐强者，谁从原主人手中赢得它，他就效忠谁。UNIQ 翻篇，王一博迎来命运逆袭的大秀场，骂声一片中开机，全网热恋中杀青。此后一路腥风血雨，陈情令是王一博的金手指，也是龙心弦魔杖。一句捧红双顶流的现象级效应，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吊诡舆情，令剧中意难平的令牌剧外更意难平。而这种意难平颇有些化悲愤为食量。2019年6月27日播出的《陈情令》，2021年12月28日深夜破100亿播放，成全剧迷执念与仪式感。王一博的气质容貌在蓝忘机时期达到秀骨倾向极致。陈情令是颜狗盛世，但仅有颜远远不够。蓝忘机的体态是10年舞蹈功底的沉淀。虽说艺术各有精味，但舞蹈与表演起源、情怀与情感上具有同一性，这是王一博演蓝忘机的核心竞争力。从白牡丹到寒光君，少年淡化韩式审美痕迹，让更多人放下成见，正视他的优秀。没想过要当顶流，但就是这一役让他站上巅峰。龙心弦魔杖法力爆发，但爆红本就是双刃剑，龙心弦能制最强大魔杖，自然也失去稳定性，喜怒无常，阴晴不定，被谣言袭击。暗无天日的8天8夜是娱乐圈防暴试水。2019年8月11，珠海赛车结束当天凌晨，
50多家营销号案头提纯，预热恋情绯闻。2019年8月14当晚，《陈情令》大结局。王一博曾2度官方辟谣的恋情谣言，突然光速大规模发酵，舆情势如燎原，引发的负面热搜不止绯闻，甚至是从业务能力、人品、摩托车赛各个角度全方位开黑，针对粉丝群体的软肋与死穴精准爆破。冉冉升起的新星，甚至来不及在璀璨星河里舒展发亮，就遇上一场巨大的定制式的太阳风暴。2019年8月16月华第3次就同件事官方辟谣。2019年8月17吃瓜群众 CJ 下场，至此内娱活跃营销号几乎全部下场，千万粉丝的号煽风点火，引流带节奏，影响力比官媒还大。黑热搜8天8夜否定有关他的一切，数万人投票让他滚出娱乐圈。他做错什么？不过是蓝忘机逆袭了真香，不过是85号惊艳了赛场，不过是底层突围打破了生态，不过是失控玩家挑战了头号玩家。内娱对破局者是有多害怕，以致冒头轻描就值得围剿屠戮。倘若没有 NPC 逆反，8天8夜就是风波亭，终究不是风波亭。可公共舆论已被资本玩弄于股掌，信息茧房、群体极化、劣币驱逐良币，一个泛娱乐化、越来越 low、越来越水的舆论场就绪，被舆情裹挟。诡谲离奇的数字事件是资本离间计。2019下半年，《陈情令》的高光无需赘述，跨圈层传播、大 IP 效应、新流量崛起、现象级热度、巨波长尾效应，空前盛景狠狠掀动内娱影视一池春水，而王一博成为炙手可热的新人王。该来的总会来，8天8夜防住了，227可以再来。明星同人文血案，亚文化是名牌，潜规则是暗牌。何谓亚文化？耽美与同人。何谓潜规则？ CP 组合拆分。数字事件因不可控因素滚雪球，卷入社会意识形态博弈，成了一场公共舆论失控。这与王一博什么相关？陈情令利益共同体妨碍了单改101资本圈地，纵横捭阖，分而治之是政治牌桌上玩剩下的，但依旧管用。从磕 CP 到拆 CP， 从同人文爆雷到王3亿，每一支射向明处的箭尖上都抹着影射、嫁祸与迁怒的毒。陈情令一句捧出的双顶流，同人不同命。二桃杀三士，一箭可双雕。是无蓝忘机，不曾共沉沦，成为罪状。怨气总要寻找一个出口，找不到却凿敌人，却亦断出朋友的背叛。被蒙蔽者看见别人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体量、能量、声量战内与半壁江山的双顶流粉丝交恶，王一博背负了恶祖痕，不壮行的竟和伙伴失去共赢对话。内娱终于为新流量上位之路撕开下戏。3. 凤凰尾与博尔赫斯的第三条路。凤凰尾羽是杖心材料中最为稀有的类型，凤羽杖心魔杖施法时效力最广，但它要比独角兽毛和龙心弦魔杖施法要慢热。这种魔杖主动性强，难驯服，不是所有巫师都 hold 得住，而且它选择主人最挑剔，毕竟凤凰本身就是世间最难得的生物。凤凰尾羽魔杖预示着哈利的命运是浴火重生。无名长空之王热烈，经历那些隧道尽头终有光就懂得，哈利波波一样是大难不死的男孩。世界影史对导演的评价通常更青睐对电影发展有贡献的文艺片和类型片导演，而中国电影界真正在类型片上有所突破，同时兼具个人表达的并不多。程耳是其一。程耳是典型的学院派导演，他的电影美学很厉害，镜头语言可谓大师级别。通俗地说，
他的电影就像王牌特工的绅士装，设计、廓形、剪裁，无不透着骨子里的高级感。王家卫的调色密集与氛围感，维斯安德森的电影构图美学，昆汀或大卫林奇的乱叙手法，接了严肃电影衣钵，但又经过个性解构，焕发新生机。中国影坛没有第二位成尔，新人的其青睐可遇不可求，而王一博又何尝不是难以复制？就像李安的《双子杀手》，充满想象与反思，他的性格反差，戏路跨幅，流量势能，票房号召。如科技带给电影赋能影响，又仍保有艺术在科技面前的本真。同龄演员没有他的社会阅历，13岁签约，17岁出道，20岁遇见人生角色，22岁爆红成顶流。见过残酷的练习生职场与暗黑的娱乐生态，也见过耀眼的世面和厚黑的名利场。有同龄人少有的成熟通透，却又学会了如何在生活中保持平衡和鲜活。他把人红是非多变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好在命运到底让他遇见成儿。同样内心有成人少见的赤诚纯粹，理解天生万物各的其法，功名仕途不是唯一。尼采说过，伟大的思想就像遥远的星星，遥远的星星发出的光到达人类所需的时间也最长。在它尚未到达时，人类会否认遥远的天际有星星。而成尔在《罗曼蒂克消亡史》里，早已借台词表明心迹，这部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观众看的电影。是啊，星空中最早闪现的未必是最亮的星，有的星星孤独燃烧着就熄灭了，很久很久以后，它的光才到达我们的眼睛。其实艺术家与哲人一样追求超前，不断突破时代语境，而时代回馈是滞后或错位的，这种错位本身恰恰是思想的魅力。思想有门槛，而快餐文化不仅让人丧失生活美学，也把文艺片逼到曲高和寡境地。成尔遇见王一博的意义，是艺术家遇见缪斯，伯乐遇见千里驹，更是一个超时代的70后的呐喊，得到 Z 世代呼应。纸媒时代写手的灵感被往生代数媒土著演绎。成尔本孤高独步，孤高则阳春白雪，但王一博却自带流量，流量则下里巴人。如此双向奔赴，枝头抱相死的艺术，就有了接地气的生机。幸哉，妙哉！凤凰尾羽适合高级防御魔法，所以哈利在战斗中选择防御路线。而哈利的魔杖也曾主动以守护神咒和金色火焰保护了他。正如2023存在感极强的电影首秀年，是王一博的守护神咒和金色火焰。论年龄他还年轻着呢，论实力他还未曾真正出手。诗人遇见缪斯，有缘人的缘分或许比我们的想象更长远。所以相信无名是开始，人鱼却不是终结。电影的第三条路需要青蓝铜灰。最好的传承，不是缅怀，而是不负春光更前行。只是第三条路尚未成型，泛圈化已成隐患。数据越上道就越吞噬用户信息选择权，原始互联网的开阔视野，成了数据服务商利益角逐后量身定制的信息茧房。网络环境转变加剧电影舆论泛圈化，伟大引发怨恨，怨恨滋生嫉妒，嫉妒孕育谎言。何况流量世界虚构杜撰与真相混杂，有人只有一茶匙的感情，根本无暇了解爱是何等有力。无名长空之王热烈上映期间，激烈的文化思潮碰撞，已是电影第三条路诞生前的阵痛。起底王一博的票房号召力，88王一博的出身血统与门庭，猎巫娱乐圈魔幻现实主义的源头。